这是一个可以改变普通人的命运行业。不过你们千万不要误会，拿着枪不一定是海盗，他们是海上的钓鱼狂人，又称之为海洋淘金人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让我们来看看这一组数据。在2013年的日本，一条蓝鳍金枪鱼竞拍成交价为1.551日元，再到2019年，一条蓝鳍金枪鱼以3.33亿日元，折合人民币2110万成交。而这几条金枪鱼的终极落脚点，就是寿司店的饭桌前。常言道，吃不穷，穿不穷，不会盘算一世穷。永远不要相信这种鬼话。日本寿司店里，如果不会点单，分分钟一口下去就没了几百块，吃着吃着一辆汽车就没了。哪怕在昂贵的价格下，市面上的金枪鱼仍然供不应求，越来越多的金枪鱼被送上了餐桌，严重影响到生态的平衡。因此，在美国的北卡罗纳州，当地渔业局明文规定，于是按季度开放，每个季度只能安排6艘渔船，总产值控制在23吨，以垂钓竞赛的形式进行。为了保证竞赛公平展开，产量落后的渔船将淘汰出局，可以说是相当激烈，谁都不想失去油水丰厚的工作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他们在这钓鱼一天到底能挣多少钱？今天就带大家来看看这些捕鱼狂人是如何猎捕蓝鳍金枪鱼。在这里钓鱼不像其他地方要掌握技巧，金枪鱼是在海面捕食，除了经常用到的海竿，另一种就是绿竿。绿竿有40米长，竿头的绳子连接鱼线，在鱼线的尽头有只假鸟。当假鸟在水面拖动时，会造成海鸟抢食的假象，从而吸引前来捕食的金枪鱼。当鱼猛烈咬钩后，鱼竿会产生惯性稳稳地勾住鱼嘴，接下来绳子与线自动脱离，同时自动卷轴会拉动鱼线。只要是鱼咬到绿竿，那肯定是妥妥的到位。在茫茫的大海上，哪里才是最适合的钓位呢？疯狂号的雷格船长说，海鸟聚集的地方就有诱饵，有诱饵的地方就有金枪鱼。注意看海面上激起了浪花，船上的探鱼器有了反应，说明进了鱼窝。通常这样的钓点并不多，一旦发现，大家都会蜂拥而至。俗话说得好，赶得早不如赶得巧。热门号刚到这边就中鱼了。按照父亲的设想，这条鱼没有1万也有8000。经过数小时的博弈，鱼慢慢拖到了船边。船长父亲拿着鱼叉酷刺一下，老船长不甘心，换个位置再来一次，又没射中。一旁的儿子眼瞅着非常着急，要不是他是爸爸，可能早就被踢到海里去了。固执的父亲非得自己来，他认为不是他的原因，肯定是鱼叉没选好，于是又换了根鱼叉，可还是没中。这下反倒好，鱼没射中，鱼却躲到了船底。一条明晃晃的大鱼被拉出水面，显然是个瞎子也能射中。如果这次再射不中，那就真说不过去了。这条大鱼也还行，量了一量尺寸，95英寸，换算下来就是2.41米，达到渔业局规定的捕捞范围，不用考虑放生。很快，瓦霍号就传来捷报，他们同时中了2尾鱼，在别人眼中是个好消息，可在他们眼中未必是。2条鱼分开博弈倒还好，一旦2条鱼交叉越过鱼线，会产生摩擦导致线断，最终2条鱼都会跑掉。不出意外还是出了意外，船员李德的鱼跑了。根据李德这么多年的经验，跑掉这条鱼是条大鱼，很有可能破了历史以来最高纪录。李德嘱咐班克斯，剩下的这条就靠兄弟你了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班克斯始终没有半点松懈，因为钓鱼不容半点马虎，也不能使用蛮力，要时时刻刻保持紧绷状态，要不然鱼钩很容易脱落。在1个小时后，班克斯终于迎来了机会，鱼儿疲惫了，班克斯疯狂收竿，李德加紧到船，在2人的巧妙配合下，终于抓住了这头巨物。First one of the season. 500 pounder, dude. That's a big fish. 这条鱼比热门号的还要大，尺寸有101英寸，也就是2.56米。由于之前跑掉1条，2人不甘心，还想再钓1条。Great way to start our season. 与瓦霍号一同出海的疯狂号也中了1条鱼。雷格船长预测，这条鱼大概能卖到1万美刀，鱼身长98英寸，也就是2.48米的长度。这数据让他们非常满足，直接赶到码头进行交付。于是的质检员称了称重量，这条鱼有426磅，也就是193公斤。从鱼尾割了一块样本看了看品质，纹理清晰可见，肉粒丰富饱满，带有少许油渍，从这点看是绝对没问题的。再从赤身的部位抽取样本，这部分主要是看颜色，颜色鲜红艳丽，没有出现暗红，也没有出现暗黑，这说明是完全 OK 的。检验2盒新样本给出的单价是。You looking at
$28 a pound. 因此，他们俩今天的收入是11928美元，折合人民币76000元，一人可以分到38000元。紧接着，热门号也来到了码头，他们的重量是354磅。按照流程取出2个核心样本， Let's have a look. 样本色泽红润，肉粒丰富饱满，纹路清晰可见。最后，质检员卢卡斯给出的单价是$22 a pound. 可是热门号有3个人，每个人平均下来不到2万元的收入。从他们的表情可以看出，几人已经很满足了。如果一天只有2万到3万的收入，你愿意去深海钓鱼吗？在别人眼里，它是一条鱼，但在这些人眼里却是翻身的筹码。它就是海洋里的软黄金蓝鳍金枪鱼。在4亿年前，金枪鱼依靠它的速度和强壮的身体，很快就成了海洋霸主。后来，从人们开始厌恶到濒临灭绝，再从商人都不收的廉价猫粮，到一条拍出2110万人民币的顶级食材，只花了不到100年时间。那他们又是如何被送上餐桌的呢？今天带大家来看看这些捕鱼狂人是如何猎捕蓝鳍金枪鱼。狗屋号清早来到了钓点，布里顿负责船只方向，凯恩负责布线，很快就中鱼了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电动卷轴突然坏了，这是个很坏的消息，很有可能会导致脱钩。以人工收线的速度，永远达不到金枪鱼每小时75公里的速度。何况凯恩还是个新手，经验不是很足。身为船长的布里顿不得不弃船协助凯恩，可是试了试插头开关，又在船舱里检查了发电机，均没发现问题。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鱼已经脱钩跑掉了。要知道，在如此竞争激烈的环境下，留给他们的时间并不多，给他们的机会更不多。回过头来，凯恩再试了试开关，卷轴又动了，这说明还是经验不足导致的。凯恩自己也清楚，看得出来他很内疚。为什么说一个有经验的钓鱼人一定是一个有修养的人？第一，他们的耐心好，有可能一天都是全神贯注，就等他咬的那一瞬间。第二，心态好，来鱼不要慌，一慌就成刚刚那样，手忙脚乱不知所措。第三，要了解对方，懂得鱼儿的习性，知道什么气温下鱼儿不开口，什么鱼用什么钓法。总之，钓鱼学问很大。我们再来看看经验丰富的瓦霍号，他们是怎么操作的。探鱼器发出警报，说明是有鱼的信号。没过一会，鱼竿就动了，鱼疯狂地扯动鱼线。彼得控制电动卷轴，班克斯先收起周围的障碍物，以免缠住主线，然后巧妙控制船身的方向。在2人默契的配合下，鱼被拖到了船边。这是他们中的第2条鱼了。这条鱼尺寸有75英寸，也就是1.9米，超出了渔业局规定的捕捞范围，不用考虑放生。同时，商品号也发来捷报，他们是海竿重鱼。海竿的弊端要手动控制滑轮，这无非就是个体力活。于是2人上演车轮战，可还是让鱼给跑了。今天2艘渔船都发生失误，各自心里都不痛快。渔业局只给出23吨的配额，竞争是非常残酷，说不定哪天配额就满了。今天的大赢家瓦霍号来到了码头，昨天到今天他中了2条鱼，收购商早已在此等候。这一刻是每个钓鱼人最开心的时刻。他们称出的第一尾鱼是161磅，也就是73公斤，这只能算条小鱼，但不影响出售。最主要的是看质量。收购商从尾部和翅身的部位各抽取了1块样本，收购商拿着手电筒仔细地端详，从表面上看颜色有点苍白，还好没被高温烧伤。收购商给出的价格是$16 a pound. 这条鱼的总售价是2576美刀，折合人民币16481元。这只是他们昨天的收入。今天这条鱼切掉鱼头不要，净重409磅，185公斤，取出样本检查质量。Beautiful, beautiful tail. 这条鱼的质量是相当好的，纹理清晰，颜色鲜艳。收购商给出的价格是$28 a pound. Nice. Yeah, I'll take that. 这条鱼的收入是11452美刀，折合人民币是73269元，合计2天收入是89750元，一个人可以分到45000元。你以为价格很高吗？其实并不高。如果去掉中间商直接卖到日本，价格可以翻几番。要是你知道行情，你还会把鱼卖给他们吗？钓一条鱼换一套房，一点也不夸张。它是蓝鳍金枪鱼，刺身界的劳斯莱斯。100年前，它曾是遭人嫌弃的垃圾食品，不幸被人打捞上岸，别人十分嫌弃它。它一旦脱水就会快速死亡，肉也会变臭，没有哪个鱼贩子要，只能卖给当地的猫粮公司，价格也不高，1斤只有几美分。但自从一战爆发后，人们发现金枪鱼的脂肪含量高，又随着冷链技术的升级，金枪鱼的地位越来越高，
成千上万的捕捞舰队在大西洋上围猎。从2011年到2019年，蓝鳍金枪鱼的身价飙升10倍不止，一条鱼拍出2000多万的高价。不要感觉他们赚大钱有多爽，富贵险中求。在大西洋上，一旦遇到风暴，海船会被瞬间吹到石柱上，导致船毁人亡。今天就带大家来看看大西洋上发家致富的秘诀。捕鱼狂人之垂钓蓝鳍金枪鱼，他们是大西洋上的东邪西毒。泰勒和保罗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他们终于从不慌张，边收鱼线边闲聊。泰勒说他钓起这条鱼想换台好点的车，而保罗想帮女儿换所好点的学校，充满了对美好未来的期盼。金枪鱼在海里疯狂的抵抗，令他俩没想到的是，鱼脱钩逃跑了。钓鱼不确定因素太多，不管你是多么厉害的高手，在鱼没上岸之前都不能算数的。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，像泰勒和保罗这样的竞争对手，难免会受到其他人的排挤。南方的狗屋号比较顺利，没人骚扰，刚来到钓点就中了双尾。双尾鱼可不是那么好钓的，如果2条鱼线缠绕在一起，线会被磨断，2条鱼全会跑掉。布里顿见到这情况，迅速结束战斗，把鱼拉到船边。I swear I don't know, man. Little guy. Hey, buddy, grow up. I'll see you next year. 没办法，这是一条不足73英寸，按照惯例不能进行商业捕捞。然而凯恩的另外一条鱼估计有点分量，300斤的凯恩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但在布里顿的协助下很快被拿下。Welcome aboard. 这条鱼有85英寸，也就是2.16米，现在要用低于零下60度的温度进行储藏。 First fish of the season. We're on the board. 风车号运气爆棚，之前跑掉一条，现在又中一条。Oh my god! 保罗和泰勒低调了许多，在他们眼中跑掉的不是鱼，而是房子和汽车，必须要保持战斗状态。泰勒快速排除障碍，保罗认真溜鱼，突然卷轴被卡住，不能收放自如。这条鱼线有5000英尺长，如果不能快速收回，意味着鱼钩很容易脱落，这让身为传奇人物的保罗也没了往日的自信。于是他决定让泰勒搭把手，自己把衣服脱了。从这架势可以看出，他要拿出看家本领，一把扯住鱼线，手动进行收竿。其实这个动作是很危险的，如果金枪鱼发力，收回的鱼线会缠住保罗，轻则脚被勒断，重则葬身大海。夜幕降临，鱼终于被拉到了船边。泰勒瞅准时机，咔嚓一下。He's a tough fish. He's a big tuna, dude. Let him down. Big boy. 这是一条大鱼，有102英尺，达到商业捕捞标准，不用考虑放生。泰勒和保罗来到码头，收购商去除鱼头和鱼鳍，净重432磅，抽取2个核心样本，鱼尾和翅身。收购商仔细揣摩，给出单价是14美元。今天他们的收入是6048美元，折算下来是38691人民币。如果早上那条不被跑掉，今天的收入可达8万。如果按照最低标准来算，每天赚2万左右。你愿意来这冒险吗？坐在船头钓一条鱼就能净赚3万块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神仙体验？你不用怀疑，这是绝对真实靠谱，因为他们钓的是蓝鳍金枪鱼，全世界最贵的鱼类之一。贵到什么程度呢？咱们来看几则真实案例。首先是马爸爸，他曾豪掷38888元，拍下一条136斤的蓝鳍金枪鱼。当然这只是小意思，在温州某国际大酒店惊现一条重达715斤的蓝鳍金枪鱼，这条可是按部位收费的，一两就要3800元，一口下去小编1个月的生活费就没了。再看广州某世博会，一条90斤的蓝鳍金枪鱼成交，每斤鱼肉达到55000元。换句话说，以你每个月1万的工资来算，不吃不喝半年，勉强可以吃上一盘。然而请相信我，这绝不是蓝鳍金枪鱼的最高价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么贵的鱼到底要怎么钓上来的？又要去哪里钓呢？今天我继续为大家带来捕鱼狂人的野外垂钓蓝鳍金枪鱼。对于每一个出海的人来说，最美的风景大概就是鱼竿震动的画面，这预示着有鱼上钩了。疯狂号的船员很激动，看着鱼竿用力向下的弧度，很可能是价值1万美金的大宝贝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对战，这条大鱼终于累了，雷格船长赶紧去拿鱼叉，可却发现没有系飞镖，这可真是一件糟心的事。这时候鱼也趁机逃到了船底下，尽管它还没有完全挣脱，但这可不是好现象。又经过了一番长之间的拉锯战，技巧纯熟的雷格船长
终于刺穿了他的腮板。好家伙，竟然有97英寸，也就是2.46米，完全达到捕捞标准。今天可真是幸运的一天。Yeah, now we go. 商品号也传来了动静，这次似乎挺顺利。然而拉上来才发现，只是一位小小的煎鱼，既卖不到钱，味道也不好吃，只能扔回海里。Losers. 风车号响起了欢呼声，他们发现了金枪鱼的踪迹，最重要的是鱼上钩了。这俩货兴奋地大声喊叫，保罗猛地一插下去，还好鱼没有挣脱，第二次他们就搞定了。连续2天2条金枪鱼，风车号的好运来了。他们继续行进，来到了一个可怕的入口。据泰勒所知，有好几艘船在这里搁浅了，他必须小心再小心。还好有惊无险，但紧接着泰勒看到一艘被搁浅的轮船，他们在等待救援。泰勒没有犹豫，尽管解救行动可能会让他们也陷入困境，甚至让他们被困住一整晚，但泰勒说，不管多害怕，我不会把另一个船长单独留在那里。幸运的是，他们成功了。Fisherman's code. You never leave a man behind in the ocean. That's the one thing. We might be out there competing against each other on the water, but you're always there to lend a hand.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e day, it's a big ocean and we only got each other. 另一边的商品号来到了瓦霍号的地盘，这让里德船长很不高兴。但是至今为止，捕获记录为0的马西亚诺表示，他们也没有办法，这不是游戏，这是生计。这个地方似乎真不错。没过多久，海干就传来了信号。但是很可惜，没多久鱼儿就挣脱了，两人都很泄气。It's like that, it's over. 最后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交付情况。疯狂号带来了他们的大宝贝，380英镑确实很大，但很可惜肉质不太好，没什么脂肪，价格显然高不了。 $10 a pound. 而风车号的就不一样了，虽然重量略逊一筹，只有338英镑，但是质量却特别好。质检员表示很满意，最终成交。Give me $25 a pound. 4天的海钓结束了，疯狂号、风车号、瓦霍号分别收获2条金枪鱼，金额为15000美金左右，牢牢占据总榜前3。而商品号至今为止还没有钓到1条鱼，他们真的只能回家了吗？如果你在海上游荡了4天却一无所获，你还会继续吗？这是我见过最败家的爷们，把价值2000多万一条的金枪鱼直接杀掉并扔回海里，良心不会痛吗？他们是 N 多年前地中海的水手们，因为金枪鱼速度非常快且难以捕捞，于是无聊的水手们把捕捉金枪鱼当做一种追求刺激的游戏。他们在金枪鱼洄游到地中海产卵的时候，用几十上百艘大船组成一个复杂的渔网迷宫，等金枪鱼全部游进来以后一网打尽。最后他们也许会选上几条，割下肚腩上的一小块肥肉现场吃掉，剩下的全部扔回大海。因为在那个时候金枪鱼并不值钱，但现在不一样了呀，我好像看到一堆堆的 money 在向我挥泪告别。如果是渔夫们看到这一幕，相信和我的心情也是一样的。今天我将继续为大家揭秘捕鱼狂人的蓝鳍金枪鱼垂钓之旅，看看渔夫们飘荡在大海上，为了钓到1条金枪鱼，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呢？今天已经是本季度捕捞金枪鱼的第5天了，最难受的当属一无所获的商品号，而他们也终于意识到正确使用滤竿的重要性。这一天一大早，他们便虚心向热门号船长讨教，然后带着准备好的滤竿重新出发，希望今天是转运的一天。疯狂号状态看上去很不错，信号器发出了声响，他们似乎也看到了水花，于是准备放出鱼饵，来瞧瞧他们的装备吧。There's one on each side, connected to rod and reels. My 2 baits are probably 50 foot apart. You can get a spread. Good way to get a bite. 鱼儿上钩了，雷格和尼克激动的大喊。让他们更加兴奋的是，他们的竞争对手瓦霍号就在前方静静地看着他们。是的，静静的，因为瓦霍号那边没有1条鱼儿咬钩。彼得船长也很焦急，可他毫无办法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疯狂号抓捕了1条88英寸的蓝鳍金枪鱼。You got one. 羡慕嫉妒恨呐！然而更让他郁闷的是，没过多久，疯狂号居然再次有了动静。There we go. 今天一定是疯狂号的幸运日，第2次动竿，而且还是双头球，2个竿同时上鱼。 You're legally allowed to keep 2 bluefin a day. We've already got 1 on deck. With this doubleheader, we're going to try and catch the first one, make sure he's big enough, and cut the other one loose. 雷格船长想得很美好，这是2条鱼同时咬钩，可不是那么好抓的。2条鱼线一旦交叉，很容易就会断裂，所以一个不小心就会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果然1条鱼率先脱钩了，这下不用纠结该放生哪1条了。还好尼克那边的鱼还在，只是这条鱼能保住吗？雷格和尼克不敢大意，2人通力合作，
技能值瞬间满满。只见他奋力一插，终于捕获了这条珍贵的蓝鳍金枪鱼。He is all here! Yes! 两人直接来到码头交付。第一条233磅，没有脂肪，形状也不太好。 成交价格只有2330美元，也就是14920人民币。第二条明显更好，净重248磅，取出2处核心部位，有相当多的脂肪，颜色看上去也不错。最终成交3968美元，折合人民币25409元。一天2条鱼的收获共计6298美元，加上之前的2条，疯狂号暂居榜首，总计22026美元，折合人民币141041元。 这是一个不错的数字，而别的渔船就没有这么幸运了。一整天除了疯狂号，没有其他任何一条渔船传来好消息，尤其是商品号，连续5天一无所获。从经济上来说，他们最多再支撑1天，如果还是抓不到一条，他们将不得不回老家。戴夫船长和杰伊只能通宵夜钓，期盼着能有好运降临。没多久，还真给他们盼到了动静。尽管晚上视线不好，不利于操作，但他们还是不得不为了一条鱼的目标奋斗。 戴夫努力控船，杰伊奋力卷线，两人通力配合，只希望鱼线不要碰到船体。终于，鱼被顺利地拉回了船边，但让人气馁的是，竟然不是金枪鱼。船长戴夫要崩溃了。也许来到这里真的是一个错误的选择。他赌上了所有的金钱，花费了几千美金，却输得一败涂地。如果是你，会付出所有的身家来赌一场吗？好了，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下一期我们继续关注捕鱼狂人的精彩表现。